当巅峰期的最强左手遇到曾经的反手之王，双方到底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2010年汤姆斯杯决赛，中国对阵印尼的比赛中，林丹和陶菲克作为各自国家队的一单出战，准备为自己的队伍拿下开门红。此时的林丹正处于上升期，并且在半决赛中刚刚拿下李宗伟，可谓士气正盛。而陶菲克自06年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，并且在双方近4年的交手中，陶菲克已经连败林丹6次。不过赛场上往往是能诞生奇迹的，这场比赛两人究竟会打成什么样，赛前谁也不知道。首局比赛开始后，林丹进入状态非常快，开局便确立了不小的领先优势。反观陶菲克，貌似一直没有进入状态，局歇前竟然被打成11比1。哇，有同样的落点，很漂亮。下分李宗伟。林丹推后场陶反手高远过度，丹直接重杀一拍被防住。陶起球后，丹稳扎稳打过度一拍，陶直接重杀斜线连贯放网。所以林丹现在知道，不到万不得已啊，一定要保持优势。这个往前的争斗有一点运气的成分，林丹还是推网得分，非常漂亮，8比1的大幅领先。因为这个抽签规则的改变，韩国队和中国队2天之内连续碰，所以他2次击败了朴正焕。双方一番拉扯后，陶连续劈吊皆被防住。挑后场单下压，结果被勾斜线，单蓝吊连贯劈杀斜线，重复落点。非常漂亮的出击，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意义，所以他那种压力有多大？连续推后场，陶高远摆脱控制，脱胎换骨的林丹直接重杀直线得分，漂亮，头顶杀直线就差的比较大，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完全是心理上面的作用。林丹往前挑后场，陶重杀一拍被放网。的那个组合和球员，他们真的也没有发挥出他们应有的水平。如果是放开了打，绝对不会有那么大的比分差距。一番拉吊后，陶劈吊斜线被放网。球员更优秀，不管是单高远球控制陶，直接劈杀被分球。再次重杀，连贯勾往前皆被防住。陶肥的连续进攻都被单一化解，完全没有办法去限制林丹。跳到后场，假动作，陶再次杀斜线，连贯勾往前，结果下网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之前的突击没有打死。接发球放网，迫使起球，陶高远底线控制，结果被单点杀得分。头顶突击直线，非常漂亮。单接发球挑后场斜线，陶直接突击一拍。印尼之魂啊，当年说的。20比7，林丹率先拿到局点，双方一番平抽，快打后陶直接杀球下网。这样的话，林丹便以21比7率先拿下第1局。看得非常的兴奋啊，觉得今天中国男队打得太好了哈。第2局比赛，双方一边再战，背水一战的陶菲克也加强了进攻。放网迫使起球后，陶先劈掉一拍，打的那个比分太低了，随后再次放网，连贯重杀直线得分。这个陶菲克加快了进攻的。接发球挑后场，单被动过度，勾往前斜线，迫使单起球。陶重杀一拍，连贯推对角底线，直接得分。陶菲克还是加强了往前的控制和突击。这个球推比赛能推到死角，因为毕竟接发球推后场，陶反手勾斜线，单回勾后，双方争夺往前，陶起球单直接重杀斜线。界内。像陶菲克这样，你可以放网迫使起球，随后劈杀一拍，接着放网。像李宗伟他也是有单挑后场，高远陶反手下压，放网结果又被单回放。第2局我觉得他不会动了，在场上不会失误很多。林丹偷后场，陶被动高远过度，随后单重杀连贯点杀强势拿下。失误给对方进单，也加快了突击的节奏。对，而且身体能力很强啊，双腿起创连续进攻。对，受影响。陶挑后场单重杀直线连贯放网。陶挑后场单平抽过度，结果被陶突击。陶菲克的这个突击也是非常强。陶重杀斜线连贯推后场，皆被防住。单平抽一拍，连贯推斜线，结果幸运球擦网得分。太漂亮了，非常哇，太漂亮了！印尼是3比2击败了中国，那么是最后一场的比赛里面是双打啊，这个田比毅当时和孙志安来合作，输给了林。陶推后场连贯重杀斜线被防住。随后单便开始了连续的劈吊勾斜线，重复落点。哇，非常漂亮，这个往前的对角，非常合力，非常好。因为我们耳机里可以听到那个球拍的击球的。林丹挑后场，陶被动反手过度，平抽后单挑后场，陶点杀一拍，连贯放网。再次推头顶被反手过度，单直接点杀拿下。漂亮，漂亮。这印尼队来争
夺汤姆斯。陶接发球挑后场单平抽背分球放网，回放后陶起球单重杀斜线连贯勾对角，起球后再次重杀直线。同样的这个正拍的位置，对角线和直线，单主动起球陶尝试杀斜线被防住。你看这防守真的很好，很顽强。往前争夺后，陶再次起球，单尝试杀直线连贯推后场。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对他高远过渡陶直接点杀斜线，再次逼出鱼跃。可惜的是，虽然双方打得十分精彩，但林丹最后还是回球出界。又是一个失误。可惜两个车一样，还可以。这个回合双方同样打得十分精彩，放网迫使起球，但机会并不是太好。有的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就是看到对方弱点，但自己也没劲儿了啊。对，不过这场球往前一番拉扯后，陶主动挑后场，单重杀斜线连贯勾对角，结果被回挑后场。哦，精彩！哇，漂亮！也太漂亮了，好球！单挑后场，随后放网，高远过渡陶直接杀斜线被防住。随后同样高远过渡单直接重杀直线得分，界内，漂亮。偷后场连贯重杀，非常漂亮的发球抢攻，20比14。20比14，林丹拿到场点，随后双方便开始围绕网前展开进攻。陶挑后场单连续重杀，终于拿下。再打，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林丹以21比14再度拿下第2局，2比0击败陶菲克，成功帮助国羽拿下开门红。不得不说，此时的林丹确实很强，但依旧没有达到巅峰。大家觉得呢？